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7种不同的毒虫，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7749日而成的。7月19日，多名业内人士在微博发文悼念郑佩佩，称一代武侠影后郑佩佩去世，引发热议。郑佩佩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夫人，也是卧虎藏龙里的闭眼狐狸。她在荧幕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。去世前，她的状态如何？她留下了哪些经典作品？周星驰的电影中还有哪些有血有肉的经典配角令人印象深刻呢？小蛙将在本期视频中一一为您盘点。郑佩佩在旧金山去世。2019年，她被诊断为患有神经退行性非典型帕金森综合症，这是一种罕见病，症状与帕金森病相似。遗憾的是，目前的治疗方法无法减缓病情发展。网传消息指出，郑佩佩选择捐赠大脑用于医学研究，令人钦佩。这一行为在郑佩佩早期的一则采访中就已有迹可循。她称自己已经签了器官捐赠，想最后为社会做一点贡献。她还开玩笑的调侃，自己这一身臭皮囊，已经这么大岁数了，不知道器官还能不能帮助别人。我虽然老了，我的器官不能用了，但是我还有眼角，我还有遗体，就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这种爱心，只有让爱活下去，所有人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充实。郑佩佩的离开对很多网友来说很突然，不敢相信；对于她昔日的好友来说也是如此。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晒出与郑佩佩的昔日合影，感叹她出演的华夫人和闭眼狐狸是经典角色，而金燕子这个角色更是奠定了她武侠影后的地位。他还聊到郑佩佩对上海乡音的亲切感。上海戏剧学院的前校长胡雪桦也在凌晨发朋友圈悼念，称自己在27年前主持了胡金栓导演的追悼会，而今郑佩佩也追寻胡大侠二去，想必在天堂重温大醉侠在戛纳电影节的辉煌，祝一路走好。根据圈内好友刘涛透露的近况来看，78岁的他身体状况一直不好。在5月份播出的花少综艺中，刘涛称郑佩佩已经坐轮椅，说话吃力，吃饭已经费劲，身体状况并不乐观。提到郑佩佩的现状，刘涛满眼泪花，可能也是长期拍摄武打戏的原因，郑佩佩的身体受损严重。在2022年，女儿袁子慧就透露她行动不太方便，已经搬去和子女同住，但郑佩佩似乎并没有攒很多的积蓄，即使生活在国外，日子过得也有些拮据，几乎都用来吃药治病。同时，郑佩佩2年前出行只能靠轮椅，最近1年几乎不能自理，需要别人照顾吃饭，说话也有些吃力。她女儿为了不让大家看到郑佩佩狼狈的一面，所以很少发动态。年初，郑佩佩过78岁生日，女儿袁子慧发文为母亲庆生，感谢对她的教育与爱，以及对她事业的支持。而晒出的4张照片也像是郑佩佩一生的写照，有女儿与妈妈的合影，也有郑佩佩经典的荧幕角色。记忆里的郑佩佩，即使上了年纪，永远那么生龙活虎，有活力，有感染力，笑眯眯的样子，喜欢帮助别人，很有爱心和责任感。她对待演艺事业很认真，任何一个角色都很重视，用心的去诠释，被称为香港第一侠女。她的一生是精彩与磨难并存的。17岁时，以宝莲灯反串男角书生刘彦昌出道，20岁连续出演大醉侠及金燕子2部电影中的金燕子角色打响名号，并凭借金燕子被报界评为武侠影后。但是谁也没料到事业上升期，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与家庭。1969年与袁文通结婚，1970年郑佩佩决定息影，和袁文通移民美国，婚后完全被婚姻绑住。为了满足丈夫追男丁的要求，曾怀孕8次，流产4次，最终生下了3女1子。除了家庭，郑佩佩也积极开拓事业，只是并不擅长经商赔钱，并累积了债务。1989年，郑佩佩与袁文通离婚，净身出户，只带走了孩子。为了还债及养育孩子，1992年郑佩佩又重操旧业，回到了成名的香港回归影坛。运气不错的她一复出就迎来了周星驰导演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创造了她电影人生中的第2个经典角色华夫人。2000年，郑佩佩在李安导演的动作武侠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饰演闭眼狐狸，并凭借该片获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。2011年，凭借《深宅》获2011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颁奖典礼古装类最佳女演员奖。而后，郑佩佩又出演了《少年包青天》《仙剑奇侠传》等一系列经典作品。2014年，与本维孝主演的英国电影《轻轻摇晃》在美国圣丹斯电影展首映，郑佩佩也因此提名第17届英国独立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。2018年11月，郑佩佩获第24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奖。郑佩佩最后拍的一部电影是6年前的《花木兰》，从此就消失在荧幕上，不仅不再出席各种公开活动，而且生活中也十分低调。
许多90后的年轻观众对于这位老牌艺人的印象，大概是来自于《花儿与少年》一中大姐的印象。在《花儿与少年》一中，郑佩佩虽然已经是68岁的高龄，但是作为团里年龄最大、资历最深，再加上外语能力十分强的加持下，郑佩佩可谓是花少中的真正团长。在综艺录制的全程里，我们可以看到郑佩佩虽然在团里的年纪十分大，但是在面对班行李或者团里有意见纠纷时，郑佩佩总能拿出大姐的气势，成为维系整个团的纽带，并且从不倚老卖老。甚至在张翰因为最开始没有安排好，导致大家的旅途十分累而被 diss 时，郑佩佩也是对大家好言相劝，希望大家理解和包容张翰。在节目的全程里，我们不仅看到了郑佩佩作为大姐的对于全团的付出，更是看到了生龙活虎的郑佩佩。然而，在节目里如此生龙活虎的郑佩佩，却在22年后再也没有更新过自己的社交平台。在2022年10月4日就曾被爆出坐轮椅的照片。在照片里，我们看到郑佩佩早已不是《花儿与少年》一中那个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有领导力的大姐，那也是郑佩佩最后一次露面。照片中的她已经满头白发，为了方便照顾已经剪短，整个人的气色有些疲惫、有气无力的样子。2023年1月，郑佩佩的女儿也曾在采访中表示，郑佩佩因为曾经拍打戏，而导致现在身体很差，行动十分缓慢。郑佩佩一辈子兢兢业业拍戏，时时刻刻为他人考虑，无论是思想和行动，都是一位有主见、有想法、充满智慧的老人。他还时常怀着感恩之心。周星驰最落魄的时候，他曾公开力挺，他说如果没有周星驰，自己也不会被14亿中国人知道还有一个华夫人，很感激周星驰。对于90后的年轻观众来说，郑佩佩是真人秀《花儿与少年》中宽厚智慧的佩佩姐。对于70、80后的影迷来说，郑佩佩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夫人，杨门女将系列中的佘太君，卧虎藏龙中的闭眼狐狸。然而对于更年长的观众来说，郑佩佩是早年香港武侠电影中最具光彩的美丽侠女。虽然饰演的很多角色都是配角，但郑佩佩却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将角色演绎得光彩照人，让人记忆犹新。回想起来，周星驰的电影中似乎总是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。除了郑佩佩，小蛙还想起了黄金配角吴孟达。1979年，吴孟达凭借《楚留香传奇》里的胡铁花一角声名鹊起，出尝成功滋味的吴孟达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迷失了方向。他开始频繁出入酒吧，沉迷于赌博的刺激，甚至流连于风月场所。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小生，如今沦为了同学们眼中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站在人生的最低谷，绝望的吴孟达曾经萌生过自杀的念头，也考虑过彻底退出演艺圈。然而，对表演的热爱如同黑暗中的一缕微光，始终在他心中倔强的闪烁。后来，他便遇上了人生最重要的搭档周星驰，演艺事业再次迎来了巅峰时刻。从1990年开始，吴孟达就与周星驰展开了长达12年的密切合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两人默契配合，创造出了《百变星君》《鹿鼎记》等众多经典作品。这对黄金搭档的名号从此响彻华语影坛，成为了电影票房和口碑的双重保障。从此之后，吴孟达再也没有出演过周星驰的作品。尽管两人都没有对外界做出正面回应，但这段黄金搭档关系确实是终结了。而后，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，吴孟达不仅接拍大量质量不佳的影视作品，还接下了许多游戏和广告的代言。这种饥不择食的做法虽然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但也让他背上了烂片之王的恶名。曾经那个让观众捧腹大笑的配角演员，如今却成了影迷们失望的对象。直到2019年2月5日，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正式上映，这部题材新颖的电影瞬间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目光。在《流浪地球》中，吴孟达饰演老爷韩子昂，虽然依旧是个配角，但他对角色的精准把控和动人演绎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许多观众被他的表演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爷。这个角色的成功，让影迷们重新认识了吴孟达，也让他摆脱了烂片之王的标签。《流浪地球》的成功，仿佛给了吴孟达一次重生的机会。就在所有人都期待着吴孟达能够创造更多精彩作品的时候，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，让整个华语影坛为之震惊。2020年底，吴孟达被确诊为肝癌晚期，仅3个月后，吴孟达就因为病情加重而遗憾离世，享年68岁。吴孟达的离去，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，更是整个华语影坛的一大损失。看着老一辈的演员一个个离开，小蛙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虽然小蛙是90后，对老一辈演员的记忆不如70、80后深刻，但在童年时期，周星驰的经典影片也一直陪伴着小蛙成长。小蛙相信，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的作品和塑造的精彩角色。